金子我们都见过，但你见过从河里捞出金元宝、银元宝的吗？在四川彭山，有一段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岷江水域，看着和普通江河没两样，水流湍急，杂草丛生。多年来，陆陆续续有村民在江边摸到金灿灿的金子。更邪门的是，这些出水的宝贝清一色全是古代的官银，纯度高，制式规整，随便拿出来一件都是妥妥的天价文物。消息一传开，引得方圆几百里的村民和一众铤而走险的人下水捞金，规模之大，惊动了当地警方。直到2016年，考古队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直接进场搞大事，开启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滩涂水下考古，硬生生把一条大河抽干，扒开300年的河床历史。今天咱们就接地气唠明白，这场国内全网爆火的江口寻宝事件到底怎么回事？河里藏宝的发现完全是一场无心的意外。时间回到2005年，四川彭山准备修一段引水工程，整治岷江河道，疏通河床。就是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民生工程，施工队一开工，直接挖出了大瓜。工人在河床清淤的时候，突然从沙石底下刨出一堆腐朽的木头，木头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堆银白色的疙瘩。擦干净淤泥一看，所有人当场傻眼，全是沉甸甸的明代官银。懂行的人一眼就看出来，这不是普通银子，是古代官方发行的标准银锭，分量足，纯度高，上面还刻着密密麻麻的古代文字，妥妥的老古董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这些银子不是零散掉落的，是装在特制的掏空树干里保存的，也就是传说中的木鞘藏银。通俗点说，就是古人专门打包批量存放的宝藏。施工队领头意识到，这么多银元宝不像偶然情况那么简单，这河里难不成藏着古墓吗？如果私自揣腰包，可是要吃牢饭的。于是他立马上报，相关部门接到消息，迅速赶来现场清点文物。但那会儿工期紧张，再加上没人预判到底河下面是不是超级大遗址，所以就只是对施工队挖出来的银元宝做了简单登记保护之后，就暂时搁置，没做深度发掘。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岷江挖出银元宝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10里8乡。而这时候，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瞬间被炒翻了天。十牛对十鼓，金银万万五，谁人识得破，买进成都府。以前大家都当是老人编的顺口溜，哄小孩的谣言，这下所有人彻底坐不住了，原来老祖宗传下来的话是真的，江底下真的藏着能买下整座成都的财富。谁也没想到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彭山江边直接变成了大型淘金现场。村民们放下锄头，撂下农活，全家老少齐上阵，随时准备着铁锹、水桶、筛子，在河边转悠，扎堆扒沙石，摸河床。运气好的，一天能摸出好几个银锭、碎金，抵得上种地好几年的收入。普通人捞宝全靠运气和蛮力，捞点零碎小物件就知足了。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永远不缺铤而走险的人。很快，一批专业盗宝团伙闻讯赶来，直接把民间寻宝升级成了专业犯罪。这帮人装备拉满，潜水服、氧气瓶、水下探测器、抽沙机一应俱全，专门选在晚上深夜出动，精准蹲守核心宝藏水域，带上专业设备潜入江底疯狂盗捞文物。短短一段时间，大量天价金锭、银饰、古钱币被捞出，无数国宝级文物流落民间，损失根本无法估量。好好的国家级水下遗址，差点被盗掘团伙彻底掏空。眼见这种乱象愈演愈烈，当地警方终于重拳出击，开展专项抓捕行动，一举打掉多个专业盗掘团伙。当场缴获的文物直接让人头皮发麻。在这些团伙家里搜出了纯金大金锭、完整明代官银、精工金簪玉佩、稀有宫廷器物，堆了整整一桌子。业内专家现场估价，随便拿出来一件都是几十万、上百万起步，而且这些文物都是品相极好的孤品，称得上是有价无市。也正是这次抓捕，让官方彻底看清了真相，
这片江底绝对不是零星沉船失误，而是一个超级水下宝藏坑。如果再不正规发掘、严加保护，那这份几百年的历史瑰宝，迟早会被不法分子盗挖一空。于是，一场史诗级的水下考古工程正式提上日程。这不挖不知道，一挖直接封神。上万件金锭、银锭等天价珍宝重见天日，直接刷新国内水下考古纪录。而伴随着宝贝出土，一个当地流传了300年的民谣和困扰中国人多年的秘密终于被彻底揭开。2016年底，国内顶尖考古团队全员进驻彭山岷江，准备正面硬刚这片神秘的水底宝藏。眼下考古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，整条岷江不但水流湍急，而且非常的长。那么，到底该如何确定水下宝藏的范围呢？此时有人提议，既然民谣能精准对应宝藏位置，那这句老话绝对不是随便编的。因此，考古队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直接开挖，而是先解谜。为了破解这句百年民谣的终极密码，考古专家团队直接开启实地排查模式。一行人沿着彭山岷江两岸的深山峭壁徒步勘探。要知道，岷江沿岸山脉连绵，草木丛生，荒山野岭遍布杂草灌木，很多老旧石刻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，植被覆盖，早已隐匿在山林之中，肉眼很难发现，排查难度极大。经过数日不间断的野外踏勘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考古队还真的找到了民谣中的绝密地理坐标。在其中一处岷江两岸的对应山体上，分别找到了一块隐匿多年的石牛石刻与一块石鼓石刻，两处石刻竟然隔江遥遥对望，位置精准呼应，完美契合民谣里说的石牛对石鼓。更惊喜的是，在石刻旁的岩壁之上还留存着一块百年民谣石碑，清晰镌刻着完整的藏宝民谣文字，字迹虽历经风雨斑驳，但上面写的内容依旧可辨：石牛对石鼓，金银翠山叟，中华宝藏兴，民族招千古。这应该就是当地寻音口诀的来源，只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，变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4句话。看到这里，想必大家和小编一样，心里冒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：写这个口诀的人是怎么知道藏宝位置的呢？以及既然宝藏明明白白摆在这，几百年间来，虽然不断有人捞到宝贝，为啥古人从来没有大规模打捞呢？而是任由这笔惊天财富在江底沉睡300年？难道是古人傻吗？当然不是。答案特别现实，也特别扎心。专家解释说，第一，水是真的凶。彭山这段岷江水流常年湍急，水下暗流密布，漩涡扎堆，河底暗坑无数。古人没有任何潜水、抽水设备，普通人下去基本是有去无回，为了捞宝丢命，属实不划算。第二，技术完全跟不上。古代没有机械，没有探测设备，只能靠双手、简易工具摸索，顶多在退水浅滩捡点漏，根本没能力深入深水区清理厚重沙石层。说白了，不是古人不想捞，是真的捞不了。看得见的财富，摸不着的命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千万宝藏沉睡江底。古人办不到的事，如今现代考古偏要迎难而上。常规水下考古难度极高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且极易破坏文物，风险巨大。于是考古队直接祭出一个硬核大招，围堰抽水，把大河变干地。团队围着核心宝藏区域修筑了坚固的防水围堰，直接把这片河道和主江彻底隔绝开来。随后几十台抽水机24小时连轴转，日夜不停排水。整整2个月，湍急的江水被彻底抽干，沉睡300年的古老河床第一次完整裸露在阳光之下。当沙石河床彻底露出来的那一刻，所有考古队员直接愣住了。密密麻麻的文物痕迹铺满河床，随处可见金属残件、金银碎片、器物残骸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片看似普通的江底竟然藏着这么大的惊喜。一场颠覆认知的宝藏大发掘正式拉开帷幕。河床裸露之后，考古队分成了2期挖掘工程，
进行分区精细清理。随着发掘推进，一件件天价文物接连出土，惊喜一波接一波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最先出场的是一批重量级核心文物，一套雕刻精致、兽钮威严的虎钮金印破土而出。整个虎钮金印由底座和虎钮两部分组成，黄金铸造，重达 3.2 公斤。虎钮造型生动，虎口大张，前倾姿态，一副威严与力量的压迫感。印面还篆刻6个大字：永昌大元帅印，备刻癸未年仲冬吉日造。妥妥的王侯级专属重器，一般人根本没资格使用。虎钮金印的出土令在场所有人都喜出望外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张献忠攻占武昌后势力鼎盛，但还未称帝，自封为大元帅。由此证明，这批沉寂多年的宝藏正是张献忠江口沉船的宝藏。张献忠是谁？想必大家都了解，他就是明末时期臭名昭著的农民起义军领袖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紧随其后，4个完整金册陆续现世，鎏金质感，工整刻字，尽显皇家规制。这4块金册的主人分别是朱厚勋、朱载勤、朱义镇、朱长元，都是朱元璋受封于湖南的荣王家族。这4个金册本该是政权的核心信物，却被张献忠拿来当财物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这4套金册是金子做的。紧接着，河床里又挖出了一堆五花八门的历朝历代的古钱币，种类跨度超级大。从汉代五铢钱、明代制钱，再到日本古代贸易铜钱，历朝历代跨国钱币应有尽有。难道这些也是张献忠抢来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专家解释说，是因为这段岷江自古就是黄金航运水道，千百年来商贾云集，贸易繁盛，南来北往的商船众多，总会不小心掉1-2枚到河里，经年累月也就形成了此次挖出各类古钱币的结果。但同时，这也为巨额财富聚集埋下了伏笔。而本次发掘最震撼、最密集的发现，当属大批量的木鞘银锭。考古队员在砂石层中发现大量腐朽整木鞘，木头虽然风化腐烂，但里面的银锭完好无损，排列整齐。每一个木鞘都整齐码放着数十枚50两标准官银，批量出土，数量惊人。由于受损严重，木鞘已经裂开，考古队决定将其整体打包运回实验室，对木鞘进行脱水处理保存。随后人们发现每一枚银锭上都清清楚楚刻着地名、税银年份、工匠名字、官府编号，信息一应俱全，相当于古代银子的专属身份证。比如这枚银锭刻着大西梅州征完元年，分办征粮银50两一锭，银匠又铭记。这段话背后隐藏了什么含义呢？大西指的是明末清初时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政权，而这上面记录的是他第1年征粮的实情，还刻有银锭制作匠人的名字。此外，古代不管是制作金锭还是银锭，为啥都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呢？那是因为刻上制作工匠的名字后，你就没办法作假，如果被发现金银锭里掺了假，就能直接找到对应的工匠问罪。还有就是，这枚50两的银锭在当时具体的购买力又是多少呢？在明末时期，尽管物价飞涨，民生凋敝，像这样一枚标准50两的官银，可以购买1万公斤的大米，足够一个大户人家好几年的口粮。不管是买房置地，还是置办良田，完全不在话下。妥妥的古代巨款，可想而知，河床底下成千上万枚银锭扎堆，这笔财富放在当年，足以富可敌国。就在大家埋头清理银锭的时候，现场突然传来工人的一声惊呼，又一件绝世珍宝意外现世。沙石深处扒出了2枚超级稀有的西王赏公金银币，一金一银，质感通透，铸工精湛。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这东西根本不是流通货币，是专属军功奖励，只赏给立下大功的将士。当年铸造量就极少，流传到今天的更是凤毛麟角，单枚价值就不可估量。同期出土的还有造型精巧的金龟器物，采用古代顶级失蜡法工艺一次性铸造，线条流畅，造型逼真，充分体现出明末金银器的超高工艺水平。
一期发掘已经足够震撼，而接下来二期扩展发掘更是直接拉满惊喜。考古队向外拓展300米发掘区，耗时87天持续深耕，累计出水文物 1.2 万余件，规模直接拉满。二期同样出土了海量银锭，直接解锁了张献忠当年的行军轨迹。这些银锭上面记录的地点，把他的征战路线拍得明明白白。因为这批银锭的铭文完全不局限于四川一地，密密麻麻覆盖了陕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大半个南方省份。这一下，宝藏的来源轨迹彻底清晰了。这批财富不是一地积攒，是一支势力辗转多省，一路征战掠夺而来，从陕西起兵，转战湖广，横扫江南，最后入川盘踞，妥妥的征战家底。除了官方国库银锭、皇家重器，河床里还挖出了海量民间金银首饰，比如这枚断掉的金簪，纯金打造，上面还细腻地刻画了3个小人，不难想象出它原本的华丽。除了金簪，还有银钗、耳环、手镯、金扣，琳琅满目，款式各异，新旧不一。这些首饰没有皇家规制，全是普通百姓的贴身饰物。这也撕开了惊天宝藏背后的残酷真相。这笔惊天财富，一半是官府藩王库藏，一半是乱世百姓的血泪。每一件精美首饰背后都是一户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的普通人家。而接下来最后发现的一批文物，更是揭开了张献忠江口沉宝之谜的真相。关于江口沉银，民间一直有一个流传最广、最深入人心的说法。相传张献忠占据四川之后，知道自己政权不稳，早晚要凉，于是主动把1000万金银沉入江底，悄悄藏起来，留着日后东山再起，翻盘重用。几百年来，不少人都默认这是一场深谋远虑的主动藏宝，充满传奇色彩，更为张献忠添加了几分神秘滤镜。那么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在二期发掘中，考古队在河床深处找到了大批量的3岩火铳、弩机、铁刀、铁剑、船钉、船板、船锚等文物。3岩火铳、弩机、铁刀、铁剑这些文物，大家肯定都能猜到，这都是明朝用于作战的武器。那么船钉、船板、船锚等文物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专家解释说，这些都是战损的船只残骸，木构的船体早已被河水冲走腐朽，只留下这下金属构件。更关键的是，大量金银器物、兵器残骸上布满了清晰的火烧、熔融、碳化痕迹，不少金银被高温烧至变形粘连，和船骸、兵器杂乱堆在一起。这一堆实物证据，直接把流传300年的谣言狠狠踩在了脚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今天咱们就结合考古实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，一次性完全还原这段被误导300年的真相。张献忠1606年出生在陕西延安府定边县的一个贫苦农家里，少年时跟随父亲以贩枣谋生，他识字不多，但尝遍了底层艰辛，这或许也是他疯狂迷恋金银的原因之一。成年后的张献忠当过捕快，也干过边防军，但是都被开除了，原因无他。张献忠这个人从小脾气就暴躁刚烈，喜欢打抱不平，有一次因为殴打了一名权贵子弟，差点小命不保，直接被开除了军籍。这件事也让他彻底痛恨有钱有权的人。到了1930年，明末天下大乱，战火纷飞，朝廷腐朽，天灾不断，老百姓活不下去，各地起义军遍地开花。年仅24岁的张献忠趁机在米脂18寨聚众起义，号称8大王。他率领的起义军成了当时最硬核、最富有的一支势力。尝到甜头的张献忠开始肆无忌惮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可谓臭名昭著。据说当时的老百姓会开门迎闯往里自成，而对张献忠则唯恐避之不及，因为张献忠不仅仅只是嗜杀，还很变态。据说当时如果有小儿啼哭，只要一说张献忠的名字，马上就吓得不敢哭了。1643年11月，张献忠率部占领了湖南全境和江西一部，但他并没有以此为根据地来虚图霸业。当时李自成已经横扫中国北部，
兵锋直指北京，建立新政权的形势已经逐渐明朗。不甘心对李自成俯首称臣的张献忠不得不放弃湖南和江西，远走四川，由此就有了重庆之战。重庆被张献忠攻陷后，明世宗亲惨遭屠戮，其家人全都自尽，所有死的人超过万计。张献忠每攻下一个城池，就会把这个城池视为自己囊中之物，把城中百姓视为自己刀下的猎物。至于怎样处置这些猎物，完全看他的想法和心情。通常张献忠都是劫掠完毕之后，命人纵火焚烧，烧得片甲不留，因为他不想把自己辛苦攻下的城池完好无损地留给明军。1644年，张献忠率军杀入四川，一举攻破蜀王府，把蜀藩几百年的家底全部掏空，彻底霸占巴蜀，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，自立为王，割据一方。张献忠最变态的莫过于对女性的令人发指的态度，尤其是对那些漂亮女性，他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报复心。部下向他进献的美女，他睡了几个晚上就会找个理由给杀了。攻占黄州后，张献忠故意把全城美貌女子留下来，要他们徒手拆城墙。女子们被折磨得两手鲜血淋漓，好不容易拆掉了城墙，张献忠又命士兵把他们全都杀死在城下。从陕西起兵起家，带着队伍南征北战，辗转各地，一路攻城略地，收缴官府税银，劫掠民间财富，积累了海量资产。巅峰时期的张献忠手握重兵，坐拥千万金银，占据天府之国，妥妥的乱世大佬，眼看就要割据称帝，站稳脚跟。可张献忠臭名昭著的行为早已激起民愤。另一方面，此时清军大举入关南下，势如破竹，同时加上明朝残余势力对张献忠的反扑围剿，他的大西政权瞬间陷入腹背受敌，四面楚歌的绝境。眼看成都守不住，大势已去，张献忠果断决定跑路。他集结1000余艘战船，把自己10几年征战积累的全部财富，大西政权所有国库家底，一股脑搬上战船，准备顺岷江而下，转移阵地，另寻出路。千船在万金，浩浩荡荡出发，本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的翻盘大计，结果走到彭山江口，直接遭遇灭顶之灾。据史料记载，名将杨展提前探查到他的行军路线，早早在彭山江口狭窄江面设下埋伏。这里江面狭窄，两岸环山，是典型的咽喉死地，根本无处躲闪，无法突围。等张献忠的1000艘战船全部进入伏击圈，杨展立马下令出击，借着顺风之势发动火攻。火船直冲船队，木质战船瞬间起火，大风助力，火势蔓延，1000余艘战船首尾相连，成片燃烧。江面火光冲天，浓烟蔽日，厮杀声、爆炸声、船体崩塌声此起彼伏，场面惨烈至极。混乱之中，战船纷纷焚毁坍塌，船上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、兵器辎重、物资粮草全部坠入岷江，兵败如山倒。张献忠的军队全线溃败，四散逃亡，别说捞宝藏了，连自身性命都难保。就这样，积累10几年的千万财富，一夜之间尽数沉江，彻底归零。结合前面考古现场的发现的火烧痕迹和战损船构件，真相昭然若揭。流传了几百年的张献忠沉宝之谜，其实不是刻意藏宝，而是不得已的弃船保命。具体原因有3点：第一，文物分布杂乱无章，金银、兵器、船骸、烧熔残件胡乱堆积，完全没有人工规整埋藏的痕迹，100%是随机沉船坠落。第二，大批量火烧、熔碳化痕迹，完美对应火攻沉船的惨烈战况。第三，大量战时兵器、战船构件集中出土，实锤这里是实打实的古战场，不是私密藏宝坑。江口沉银从来不是浪漫的藏宝传说，而是实打实的乱世战败结局。所谓主动藏金，留待东山再起，只是后人脑补的美好剧本，真实历史只剩兵败覆灭的残局。一句百年民谣牵出一段尘封历史。如今
这场轰动全国的江口考古工程早已圆满收官。上万件出水文物经过清理、修复、建档，全部入驻江口沉银专题博物馆，永久对外展出。曾经只存在于民谣和传说中的水底秘宝，如今清清楚楚地站在世人面前，用满身斑驳的痕迹诉说着300年前的乱世风云。这些闪闪发光的金银，有藩王的百年积蓄，有官府的民脂民膏，更有无数普通百姓的贴身家当。每一枚银锭，每一件首饰，都是一段破碎的故事，都是乱世流离、战火纷争的真实见证，也替我们读懂了明末王朝的落幕、乱世枭雄的兴衰，让我们看清了历史最真实、最残酷的本来面目。好了，本期故事就讲完了。如果各位观众对小编的观点存疑，欢迎留言讨论。这里是眼见古今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